大家好，我是 Erin， 又来到我们的花园时间了。现在我们的气温已渐渐回温，我的玫瑰也开始长芽、长叶子了。画面上我们是否可以清晰的看得见，好多芽、好多叶子都已经长出来了。曾经有不少的朋友问过我说，你为什么你的玫瑰可以开得这么多？是否都去芽抹芽呢？个人上的话，我是不太会抹芽的人，尤其是慢性玫瑰、帕特玫瑰。相信很多人也知道，帕特玫瑰的话，一年春天花开是最多的时候，抹芽也是要选择一些芽眼，不是全部都抹的。但是一些灌木的话，就是抹芽会居多咯。为什么我的帕特玫瑰、慢性玫瑰不太会去抹芽的原因理由就是，有些品种它每个节眼都是会有花的，除非说它长得过度密集卡在一起，或者向内弯，这一些我就会去做一个疏开，还有一些摘心的一个动作在，避免一些不通风或者产生一些疾病或者一些害虫的产生。等一下我会来示范一下我们一些抹芽的一些动作，还有一些自根芽还有针木芽怎么样做一个区分呢？千万不要乱去除，要是弄错了，可是会丧失一些花量哦。有一些灌木玫瑰抹芽，主要就是为了说，去除一些多余的芽点，把一些养分留给最壮的一些芽，所开出的花也是会比较漂亮，而且又大朵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自根。自根的话，也就是一个扦插苗，等它长大的时候，扦插成功长大之后，你可以看到下面蹦出来这个叫做笋芽。这个的话，以后长大都是一个花量，所以这个不能随便乱采。接下来我们镜头转向这个嫁接苗，你们看到嫁接苗，这是一个嫁接处。注意看这个长出来的这一些新的芽，这个要不要留呢？千万不要太高兴，这个是针木的芽，并不是一些花量，所以这些必须要做一个切除、去除的动作。这些要把它摘掉，这个不需要。这边还有一个芽，也是要摘掉的。这些都是不需要的针木的芽，不需要留。来看一下嫁接盆，这个也是嫁接处，这个地方也蹦出的芽，这个是针木的芽，这个不需要留，这个也不会开花的，所以这个要拔出。春天处理的事情是比较多，因为像你注意看到这个枝条的话，下面这个有芽，这边芽眼不怎么发育的话，其实可以从上面这边把它剪断哦，这个不需要留的。面不怎么发育，这个不需要把它剪。还有就是芽眼，你注意看，是不是有点茂密的感觉了？距离太近，这个芽眼就不需要了，就把它摘掉。我们来看看蔓莓的一个镜头在，你注意看蔓莓的话，每个这个芽眼，这边有芽眼，这边也是个有芽眼，但是你注意看到它的芽眼这边是不是长得有点密？里面这个的话就不要留了，里面这个就要去除它的芽眼哦，摘掉，这个不需要。上面这个芽已经长了，这个上面把它剪掉了，不需要留了。发育的这一些的话，上面就剪掉了，就留一些发育比较好的冒新芽的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怎么做处理呢？会不会觉得说很浪费，把它摘掉少了花？其实它不会的，这个是它主要的一个主枝，还有这个话是它的背枝。其实它向内的话，我觉得就不需要留了，这个要摘掉让它做一个平均的分散。这边这么多芽点的话，留个3个就好了。这个芽点不要留个最壮的。这个也不要，就留3个。其实抹芽也是要看整体上一个分布，还有就是它芽眼过小的话，暂时就先不要动，等到5公分
有确认之下的话，整个牙龈的分布平均怎么样的分散，到时候就可以动作咯。像这个的话，这是它的一个背支在，这个话这么小个牙龈话，这个就去除掉，这个也不需要咯。挨得过近这些，这个小小的牙龈，这也是，这个也是，这个也就是一个磨牙的一个动作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组怎么摘牙点呢？这一边这个牙的话，就把它摘掉，不要让它太密集。这一个呢，这个侧牙把它摘掉，留一个。画面有没有看到非常多的牙点？小心的选择。里面这个小的把它摘掉，我们留个健壮的就好。这个也不要，把它摘掉。里面的小牙点也是把它弄掉。这个小牙点。所以整体上看起来是不是比较清爽呢？我们来看一下1年前我自己高压的树莓，它现在的长势都非常的好的。什么样的状况之下，我会去除一些叶片摘心呢？比如说这个地方非常的茂密，有没有看到这里面所长出来的芽？其实这个都不需要留了，为了通风。这个也是摘掉。要把它梳开，里面的牙，这个也不需要留了。我们让出一些空间，让它通风，留一些营养分给其他的。还有，我们顺便教大家什么叫做牙枝条。原本这一根的话是长得直直的，你只要把它做一个压的动作，横放，它就像蔓莓一样，旁边还会长一些新的枝条出来，加速这些玫瑰的成长，冒一些大量的新芽来。这个也是把它压低之后，从旁边又会增加一些新芽来咯。这个就是所谓的压枝条。今天的影片是我们玫瑰磨牙的一些动作，希望你喜欢，也希望能受用。下回见哦，期待春天的花开，拜拜。